大家好，上一集讲到完美的风暴可能即将到来，但是也没想到这么快。1月30日晚上，白银突然暴跌33%，黄金暴跌13%，估计全球有超过50万的账户爆仓。这已经不是普通的回调了，这就是要斩杀那些加杠杆的人啊！本次黄金白银暴跌最主要的导火索是全球最大的期货交易所 CME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它在1月30日突然发布公告，说将期货保证金从 5% 上调到 6%。有人就会问这提高 1% 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在高杠杆的赌徒世界 0.1% 都是生离死别。CME 原来的杠杆率是20倍，提高 1% 的话，这杠杆率就一下变成了17倍，这就相当于原来的保证金一下提高了 20%。原来你交100万保证金，现在要拿出120万，否则1月30日就直接给你斩仓。当然就在一天的时间，很多人都拿不出来，所以直接暴跌。这个只是 CME 在月末的一个大招，在之前他还铺垫了很多暗招。1月13日，他宣布保证金从固定的金额变成百分比，就是你的金银铜涨了 30%， 你的保证金也要多交 30%。这两项重大改革，再加上美联储主席昨天换成了凯文沃什，还有美国的 B-52 轰炸机29号从美国本土起飞，飞往伊朗方向。还有上一集我讲过的这个高市早苗让这个日本债券飞起，这就所有的事件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风暴导致无数的交易员疯狂砸盘。现在的黄金白银市场，它有 65% 的交易是自动量化完成的，所以当这个价格持续下跌，就会触发量化计算，计算机跟着使劲砸盘这种砸盘就会让更多的人爆仓，这一下就会形成一个螺旋的死循环，白银直接就暴跌了 33%。我今天早上一起来看我的账户也是相当的心痛不过我从来不是用杠杆的，现在爆仓的 85% 都是追高的散户。白银黄金暴跌之后，未来会怎么样？从历史上来看最近的一次白银黄金大跌的时候就是2011年，白银从48跌到了28美金一盎司，它就是因为 CME 5次通告，一路将保证金从 4% 提高到 16%， 最后白银一直跌了9年，最低跌到了14块，从2020年的时候就开始反弹，突破前2天的100美元一盎司。在这个期间，黄金也和白银一样沉默了几年，最后就开始了暴涨。这所有的历史都是重复的，因为人类的思维模式没有改变。那未来黄金、白银甚至美股会不会一直暴跌，还是会加速反弹？我今天就会通过分析1980年到1990年美国还有川普最辉煌的10年，给大家一个具体的答案。结论就是一切才刚刚开始。提醒大家，本影片都是我自己的投资笔记本人不提供任何投资建议，我的投资想法和逻辑可能有缺陷，欢迎大家指正。股票盈利亏损概不负责。最近2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就是川普都会经常有意无意的说出一些让大家买股票的话。在2025年4月2日，川普对全球60国家征收关税，股市一下就出现了大跌。在4月9日的时候，川普就发文说现在是绝佳的买入时机。到了5月2日，川普接受采访的时候又说你最好赶紧买股票。大家再回头看一下这个美股的涨势是不是非常的爽？最近在1月19日，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川普就说我们的股票市场将有一个无法想象的未来，股市将会在较短的时间内翻倍。所以这几天正好碰上美股震荡，黄金白银大跌，川普又发了这么新鲜的发言现在你敢不敢跟？我昨天还是加仓了，敢跟。为什么？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国会山股神的南希·佩洛西，最近10年他的投资业绩累计回报 800%， 佩洛西在这10年里已经超越股神巴菲特了。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厉害？因为佩洛西是第一时间可以知道美国国会政策的议员，议员在起草政策还没有公布的时候，他就知道未来美国的产业发展方向。所以说到这里，我们不仅要紧盯川普的政策变动，更要关注美国政要名人的投资操作，他们买什么股票都是重要的投资信号。掌握政治和机构大佬的动向，可以方便我们抄作业，跟着大佬赚钱。我最喜欢的就是木木的机构政客持仓功能，实时更新各大机构和政客公开的持仓，一键公投，帮助精准决策。方法很简单，在木木 APP 里，只要打开更多或发现，再点击机会，就可以看到大佬持仓明细，佩洛西、木头姐、英伟达、黄仁勋的重仓，你都可以查看，甚至还可以一键跟投，非常方便。木木还支持条件订单，下单之后可以设置一个止损条件，比如跌超 5% 自动止损，这样你就能在有限的风险情况下跟上大佬们的节奏，更轻松地赚取政策红利带来的收益。现在美国用户入金2000美元可获得100美元英伟达赠股，
入金10万美元可获得1000美元英伟达赠股，前2个月还可以享受年化 8.1% 的现金利率。新加坡用户入金1万新币可获得价值300新币的奖励，最高可获得价值1100新币的福利。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观众都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信息栏或置顶留言连接，查看当地开户大礼包。感谢木木和大家的支持。说到佩洛西，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议员都可以提前知道产业政策的红利，那川普是不是更加厉害？川普他不仅可以提前知道这些信息，而且他可以直接公布行政命令，从最顶层创造出这个股市上涨的政策。美国白宫最顶级的政策制定者向你暗示，你应该买股票，美国股市在短期内会翻倍。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会觉得他是在口出狂言？我就不是这么认为。我认为川普让股市上涨的故事线主要有3个。第一个是退出全球化，他用关税让制造业回归美国，让全世界投资美国。第二，国内减税，提高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第三，美元降息，甚至持续让美元贬值。这些政策是否真的会让美股翻倍？我们必须从川普的 MAGA 这个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中寻找答案。让美国再次伟大，为什么川普强调再次在他的心目中，美国什么时候伟大过？那个时候美国是什么样子的？股市有没有翻倍？只要我们把这个看透了，我们就可以从底层的逻辑中推导出，川普说美国在翻倍是非常有可能的。川普总统出生于1946年6月14日，对于他个人来说，他一生中最辉煌的年代就是1980年到1990年这10年间。当时他从他父亲接过公司之后，就大力打造他的商业帝国。1983年，他建成了58层的川普大厦，瞬间就成为纽约旅游的地标建筑，里面的公寓也是瞬间售罄。川普大厦就是当时川普的巅峰之作，之后川普就进军酒店、赌场行业，也是大获成功。1987年，川普出版了自传体商业秘籍《交易的艺术》，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中霸榜51周，成为商业圣经。所以在80到90年代，无数的媒体都去采访川普，让他成为一个纸醉金迷时代的美国梦的化身。当时川普才34岁，他在电视台上采访中就不断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甚至花了9万美元在各大报纸上反对美国为保护日本、沙特等盟友花了那么多的钱。1979年也是发生了伊朗德黑兰事件，伊朗大学生绑架了美国外交人员。川普就在1980年采访的时候就说，美国不能看起来这么柔弱，否则世界会占美国便宜。当时美苏还在冷战，川普也说我肯定比政府那些人更会谈判，还自荐自己去莫斯科苏联去谈冷战和核武器说自己是可以结束冷战的。1980年代也是正值日本崛起日本产品特别廉价涌入美国。1987年，川普就在报纸上公开抨击日本和欧洲，这10几年都在占美国便宜，还要阻止日本对美国的产品倾销，结束贸易赤字，而且强调要降税。如果当时你看到一个34岁的花花公子一样的年轻富豪说这样的话，你觉得80年代他是不是在说大话？但是你现在又回来再看川普，是不是他的观点从来没有改变过？现在他就在敦促北约提高自己的军费。伊朗这件事好像是轮回了川普已经大军压境，强调不再软弱，要用力量达到和平。更别说最近的全球加关税，让美国制造业回流。这一切的政策想法就是川普在80年代实现的。80年代就是川普的黄金年代，美国梦的年代。所以我们就可以研究一下川普说的美国再次伟大，这个再次当年是什么样的。只要你研究出这个问题，你就可以从川普的作为中推算出美国股市会不会翻倍。80年代美国人普通的生活是标准的美国梦1980年，典型的教师、办公室经理、技术工人年收入中位数是21000美元。现在看起来不高，但是在80年代，一个人的工资2万多可以买3辆汽车，一栋房子6万美元，你干3年就可以买一个房子。家里只要有一个人上班，就可以养活一大家子。所以当时的美国女性基本上都不上班，在家里做家庭主妇。当时美国人非常容易实现美国梦，主要是因为里根总统的经济政策，就是大规模减税、缩减美国福利、放松监管，然后大幅增加军费支出。1981年，里根提出3年内将个人所得税下降 30%。虽然当时美国也是高通胀，1981年的利率是 20%， 但之后是因为降税、放松监管、降利率，让美国的高利率降到了 4%。
但是这也导致美国的债务从81年的1万亿美元提高到89年的2.85万亿美元。美元的情况也和现在非常相似。1985年，为了应对日本商品的冲击，美国为了削减贸易逆差，美日还有很多其他的发达国家就签署了广场协议。之后，美元对各种货币，尤其是日元迅速贬值。日元在迅速升值之后，地产暴涨了6年。在1991年，地产泡沫破裂。在这期间，美股怎么样啊？1980年到1990年10年间，标普涨了3倍。回看历史，这一切好像都是在重演。疫情之后啊，美国利率也是暴涨，开始下跌。川普这几天还说，美国贬值可以促进美国的出口。美国的制造业也在回流，18万亿的投资涌入美国，仿佛是战后重建美国一样。国际形势也是一样，伊朗和美国要打仗，美中关系也是相当的微妙。所以从历史上，从逻辑上来推理，制造业回流、降息、美元贬值、美国引领的 AI 技术革命爆发，这所有的催化剂放到一起，根据我自己的判断啊，我认为是可以继续长期投资的。能否验证的话，就再过2-3年回来看一下，看我们这期的影片说的对不对。再说一下黄金啊，黄金上涨的逻辑就是各国央行开始不相信美元了。川普这2天接受采访的时候，记者问美元跌了这么多，你怎么看？川普就说我觉得挺好的，日本和中国都在贬值货币，促进出口。川普这个任期首要的目标就是让制造业回流美国，然后再给企业减税，创造更好的经商环境，然后再降息，让美元贬值。这样美国制造的产品就可以卖到全世界，降低美国的贸易赤字。美元贬值，再加上局部战争爆发，美国全世界到处制裁不听话的国家，这样世界各国的央行就不再相信美元可以保值，他们就要买入黄金。大家注意，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是2个宇宙啊。央行买的黄金是从现货市场上买的，买了之后呢，就会放在金库里存着。外面的期货跌成什么样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央行只关心保险库里的黄金在不在。所以本次黄金白银上涨的周期，就是看世界各国央行会不会继续购买黄金，大家会不会看衰美元。黄金什么时候会真正转向，可能就是世界觉得美元值钱了，美元指数继续上涨，持有美元可以保值，赶上通胀，大家都存在银行里吃利息，这个时候黄金就会下跌。在1980年代，黄金没怎么上涨，是因为美国的利率高达 17%， 1万美元放在银行里存1年，可以赚3个月的工资。普通人3年就可以买一套房子，1年可以买3辆汽车啊！这种美好的生活是没有必要持有黄金的，吃利息就可以了。但是大家要知道，在这之前的10年，70年到80年间，黄金是涨了20倍。接下来黄金会继续上涨吗？我没有水晶球，我只能给大家看过去的历史。从70年到现在，黄金经历了3个上涨的周期。第一个周期就是70年到80年，一共涨了20倍。为什么？因为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跟黄金脱钩，美元大幅贬值。第二个周期是2001年到2012年，黄金上涨 5.6 倍。因为中国加入了 WTO， 中国经济大发展，央行有钱了买入黄金，而美联储的利率当时也是降到了 1%。 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还进行量化宽松，印钱救市，在市场上的美元就越来越多。我们现在就到了第3个周期，2022年到2026年，黄金上涨了 2.25 倍。这过去的几年是经历了疫情之后供应链断裂，美国印钱挽救经济，俄乌战争、关税等等的。而且我们现在处于一个 AI 工业革命的这个时期，川普也是大力减税降息，而川普的大美丽法案在未来的10年，政府赤字还要增加10万亿美元，加起来就是接近50万亿美元了。而当今的国际形势，伊朗、俄罗斯、古巴、朝鲜、台海问题都没有解决。所以总结一下，我现在就是以不变应万变，继续持有黄金 GLD、 银矿 SLV、 金矿 GDX，当然还有科技巨头 QQQ、 台积电、阿斯麦，还有国防工业 SHLD 这些的。如果未来黄金跟白银继续大跌，我还会继续加仓。即使黄金白银再跌一个3年5年的，我还是每个月继续持有，因为我是一个长期的投资者。我不认为这个纸币就是钱，我认为纸币是没有价值的，真正的钱就是金币、银币、金矿、银矿，比特币也可以算一个了。我这个逻辑，这个想法大家怎么看？你有什么想法？认为我的逻辑不对或者怎么样？欢迎指正留言。我非常理解很多人面对市场的大起大落都会出现无限的恐惧，一跌就想卖，晚上睡不着觉。
我刚开始学投资的时候啊，也是这种心态，现在已经过去了啊。这个终极的原因就是啊，你不知道现在未来发生了什么事，这种状态就是佛祖说的无明啊，梵语念作 avidya， 意思就是看不清。这个是12因缘之首，一切苦的根本啊。因为你无明，机会来了又害怕，机会走了你又懊悔，一辈子都永远活在无尽的轮回中，痛苦悔恨。你要学投资，就要跳出这个无明，放弃你的情感。这种反直觉、反人性的这种心理你是需要锻炼的。我基本上是用了1年的时间才把这个想法扭转过来，跳出了无明啊。我业余的时候喜欢研究佛经、吠陀经、希伯来圣经等等的啊，用圣人的智慧来看现在的政治经济，还是相当通透的。我有一个大号尼克拉斯杨，就是讲这些东西的。最后提醒大家，投资不是梭哈，你一定不要把自己的所有的积蓄资金全部投入一个产品，像黄金或者是全部都是芯片股，你一定要搭配一下，每一个产业板块都要配置一下。比如黄金配 15%， 或者是科技配 15%， 还要配置 20%、30% 的现金，可以抄底或者是家里用的。这些现金你可以放到木木理财的 Cash Plus 里面，里面既有利息，还能随时取来，在大跌的时候补仓。美国新入金的朋友可以享受2个月 8.1% 的现金理财年化利率，还有最高$1000的英伟达股票。有羊毛大家一定要使劲薅，别忘点击信息栏和置顶留言的开户链接，各国用户都有大礼包赠送。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